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 尹欣这位以影后、编剧及导演身份活跃于影视圈的知名女演员，近期因冻卵的决定成为热议焦点。在采访中，她分享到自己已经进行了4次取卵手术，并成功冻存了36颗卵子。她说：“我要先养卵，把卵养得肥肥圆圆的，就像母鸡一样。”她这句话透露出对未来家庭生活的向往，也是一种对未来母爱角色的期待。尹欣的这个决定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女性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为了在事业与家庭间取得平衡，她们选择了延迟生育的方式。而也有声音认为，这代表了现代女性面临的多重压力，在追求个人成就与成家立业之间，女性往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尹欣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未来的未雨绸缪，她希望能够既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梦想，也能在将来合适的时候扮演好母亲的角色。为何尹欣的冻卵行为会冲上热搜？这反映出当前社会对女性选择的敏感关注，尤其是在有关生育、母爱及自我实现等议题上的讨论。冻卵不再仅仅是技术上的选择，还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规划和掌握。这背后既有对生育权利的自主，也有对社会压力的反应。最后，我们不禁想问，现代女性是否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需求？这种选择真的是自由的，还是源自于社会无形的压力？你怎么看？ Hot Search 2。 Blackpink 成员 Lisa 本名拉丽莎马诺班于今年11月17日在高雄举行的个人粉丝见面会已成为话题焦点，售票日是10月24日下午，首先开放给国泰世华、Cube 卡友抢先购票，隔天10月25日再对其他粉丝开放售票。这样的见面会不仅是 Lisa 第1次只身来到台湾，对于众多 Blink Lisa 的粉丝群名称而言，也是一次无比珍贵的相聚机会。然而，这次购票流程却充满挑战。KTX 平台取消了2个购票步骤，并且限制每人只能购买2张票。这样的改变引发了粉丝们的广泛讨论。有些粉丝认为，这样的限制有助于防止黄牛倒卖，让更多真爱粉有机会参加活动。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失望，认为这些购票规则变得过于复杂，增加了抢票的难度，让人心力交瘁。Lisa 的演唱会和见面会一直以来都吸引着大批的粉丝，甚至有人为了这次活动特意飞到台湾。这样的狂热不禁让人思考，为何粉丝会愿意付出如此多的金钱和时间，只为了短短几个小时的相聚？粉丝文化的背后是对偶像的纯粹喜爱，还是有更多无形的压力和竞争？从门票售价到抢票流程，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不断考验着粉丝的耐心与热情。我们不禁想问，粉丝文化的热潮是否应该如此盛行？对于这样的狂热追求，粉丝们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 Hot Search 3。 近日，土耳其政府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德工人党 PKK 据点展开了空袭行动，以此来回应早前在安卡拉的恐怖攻击事件。这起恐怖攻击发生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的一家国防公司总部，造成多人死伤，导致国防部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土耳其国防部在23日深夜宣布，空袭行动摧毁了32个目标，空中行动仍在进行中。这次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库德工人党长期以来与土耳其政府的冲突由来已久，双方之间的恩怨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而这次袭击行动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库德族一直争取独立自治，而土耳其政府则认为库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必须加以镇压。对于土耳其而言，这次的空袭不仅是反恐的必要措施，更是防止未来更多攻击的行动。另一方面，这样的反击行动却也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反恐是否就一定需要以武力来回应？无辜的平民是否会在这场空袭中受到伤害？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为的反应分歧，有些国家支持土耳其对恐怖分子的打击，而有些国家则认为应该寻求更为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这次的土耳其空袭行动再次让我们反思，武力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历史性的冲突，还是说这只会造成更多的报复与反击？你觉得这样的行动是国际正义还是冲突的无止境循环？ Hot Search 4. 近日，基隆市议员张浩瀚因涉嫌诈领助理费而遭到羁押禁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年轻议员，因其法律背景和政治潜力，本来被外界寄予厚望。然而，基隆地方法院在调查后发现，张浩瀚涉嫌虚报助理名单并诈领薪资，这使得他从一名政治新人一夜之间成为涉贪嫌疑犯。这次事件对于民进党和整个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民进党发言人在面对媒体时表示，对于此案，党内尊重司法程序，但希望能尽快厘清真相。蓝绿阵营对此事的态度都显得相当震惊，因为张浩瀚曾经是法律系出身，在法庭上的专业知识本应成为他的强项，然而如今他却被卷入贪污案，这让人不禁质疑，法律教育真的能保障政治人物在权力面前保持清廉吗？这次的案件能迅速成为热搜，反映出民众对于政治腐败的敏感度，尤其是年轻的政治人物，原本象征住改革与清廉，但当这些希望被贪腐丑闻摧毁时，民众的失望感更加深重。张浩瀚的涉案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反映了当前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漏洞。许多评论认为，这或许与助理费管理制度的宽松有关。许多议员利用制度漏洞，将助理费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收入来源。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法律背景是否足以成为政治人物清廉的保证？当权力和利益相遇，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保持初心？这样的事件又能给未来的年轻政治人带来什么样的警示？ Hot Search 5. 近日，赖冠霖在他所经营的餐厅被爆出对顾客态度冷淡的争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偶像，赖冠霖本来拥有着数以万计的粉丝支持，其形象一直以来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代表。然而，这次的事件让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作为偶像的另一面。据消息来源表示，赖冠霖在餐厅对待顾客的态度被形容为冷淡且缺乏热情，这样的行为与他平时在舞台上散发出的魅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随着这次事件的曝光，网上出现了许多对他的批评声音。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他应该时时保持良好的形象，尤其是在涉及到自己经营的事业时，更应该对顾客表现出尊重和热情。然而，这样的争议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公众人物是否真的需要时刻保持完美的形象？赖冠霖的这次争议是否其实揭示了偶像私底下与舞台上形象之间的差距？许多粉丝在事件发生后仍然选择支持赖冠霖，认为他也只是个普通人，偶尔也会有不在状态的时刻。赖冠霖随后也针对此事公开道歉，希望能够重新赢回大家的信任。这次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偶像与普通人之间那条模糊的界限。偶像是否应该在任何时刻都保持高标准，还是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私生活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你觉得赖冠霖的这次争议是形象崩坏，还是偶像的另一面？